苏云燕死了，死于18岁的夏天，在出国的飞机上。飞机起航之前，她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，意料之中，省第一。学校大门口挂着她的名字，班级群里送上整齐的祝贺词。她的优秀每一个人有目共睹，可就是这个前途似锦、天之骄子般的少年，毫无预兆的、突兀的死了，荒诞，令人唏嘘。苏云燕死讯传来那刻，我还在网上查时区，想等飞机落地了给她发个消息。电脑前，手机震动个不停，一打开，全是铺天盖地的关于她的死亡信息。我盯着上面的字，大脑短暂的空白。一瞬间，我的世界失去声音，一片死寂，视野眩晕，整个人好像在下落，坠地般的失重感朝我袭来。开玩笑的吧？他怎么会？那天缓过神的我蹲在地上发着抖，埋头呜咽不止。7年的时间，苏云燕这个名字变得黑白，有关她的一切渐渐淡出每个人的记忆，偶尔会提起，皆是唏嘘感叹。她被留在时间里，留在18岁最盛意的年纪。可我忘不了她，我无法放下她。在我这，她的所有一切都是鲜明的。我从未梦见她，我莫名相信她会回来的。朋友们都说我疯魔了，就当我疯了吧。很快我就能见到她了。3年前，苏云燕的忌日，我去给她扫墓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漫无目的地走，平日熟悉的街道出现了一家新店，粉色小屋。在一众素简的文艺店铺里，它格外醒目，像个异类。门口挂着一个巨大的招牌“梦之屋”。我明明记得来之前它并不存在。我拦住一个在路上卖花的阿婆询问：“你好，婆婆，请问这间粉色的店铺什么时候开的？”阿婆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瞧着我：“哪来粉色的店铺？年纪轻轻，眼神不好哦。”我错愕地望着她，明明就在眼前啊！无形中有一股力量吸引着我朝她走去。我试着推开门，门纹丝不动。正准备转身走时，左边的信箱吐出了一张银白小卡片，随后是一张宣传单，大致内容如下：你好，欢迎来到梦之屋，有缘人落雨小姐。感应到您内心深处强烈浓厚的思念，梦之屋将许你一次买梦的机会。交易金额以功德值为准，当您手里卡片的功德值蓄满，它会变成粉色，梦之屋的大门将为您打开。梦之屋会为您实现所有梦，期待与您会面。我盯着手中的卡片和纸张失了神，不知过了多久，2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来到我面前，一脸关切：“姐姐，你没事吧？”我回了神，把传单递到他们面前：“你们知道梦之屋吗？这是什么呀？符号还是文字？”一个小姑娘好奇地看着传单：“你们看不懂吗？”我说话的声音变得干涩。他们摇了摇头。没有人知道的屋子，没有人看懂的文字，我却看懂了。我紧紧捏着手中的传单，如同抓住一份得来不易的希望。7月7，阴天。我接到一个电话：“阿鱼，明天是高中同学会，大伙都应了，就差你一个，你一定要来啊！”电话里头，高中班长千叮万嘱，让我一定到场。毕业这些年，大家每年都会挑一个时间见面。我们那一届班里的同学关系很融洽，一直都保有联系。同学会我只在第1年去过，后来几年一直都没有去。第1年的聚会上，大家谈起了苏云燕，我发了疯，摔了杯子。我听不得苏云燕死了这几个字眼，听不得别人拿它当话题消遣。聚会因为我不欢而散，后面我不再去扫兴了。阿鱼，我结婚那天你没来，明天你再不来我可生气了呀。我们中有几个人以后要定居国外了，再见面更难了。难得大伙都齐，你可不能缺席。梁子一直想和你道歉来着。梁子是第1年同学会上和我吵架的人，因为苏云燕。他说苏云燕英年早逝，说天妒英才，说苏云燕无福消受自己的才华。我拿了杯子狠狠砸到梁子脚边，红了双眼。我翻了翻桌面上的日历本，指尖停留在一个数字上，沉默几许，答应了。好，挂了电话，我望着墙壁上的挂钟发着呆。快了，我的愿望会实现的。风吹响了我窗前的风铃，手机也紧随着叮铃一声。我收到一条新短信：骆小姐，您给我校捐赠建立的图书馆已经启用了，感谢您的爱心支持。我握着卡片，视野里它完全变成了粉色，上面出现了一个地址。看着卡上的地址，我猛然扯起一旁的背包，急匆匆出了门。自3年前，我就一直从事公益活动，细数着日子，对着卡片望眼欲穿。终于在今日，最后一份善举落实，功德值蓄满。我一路飞奔，来到一扇木门前。老旧的有些斑驳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小木牌，周围环绕着绿色藤蔓，上面刻着3个字：梦之屋。推开门，入目是一片粉色，这是一个被粉色包围的小屋。屋内摆放着各种精致的小物件，柜台处，一个长相精致、扎着高马尾的女孩正在打瞌睡。门口处的风铃唤醒了她，她打着哈欠，伸了一个懒腰，睡眼朦胧。看见来人，原本惺忪的睡眼瞬间发亮，端正姿态：“欢迎光临，我是梦之屋使者小唐。”她的声音很清甜，让人心生好感。我打量了下四周，随后走到柜台，将粉色卡片放置在上面。我要买一个梦。
欢迎你的到来，落雨小姐。你想好了吗？交易一旦确立就不能反悔，你只有一次机会。我想好了，不会反悔，我态度坚决，没有一丝疑虑。小唐抽出一根白色的羽毛，递给我，把你的梦写在上面。3天之内，我们将会把你的梦送到你面前。我毫不犹豫且郑重地写下自己的梦，早在3年前我就想好了，从未变过。这是商品说明手册，您可以过目后再决定。小唐拿出一张印着密密麻麻字眼的精致卡片，我只是粗略扫了一眼，便移开目光。我决定好了，我太迫切想要实现这笔交易了，等这一刻等了太久，一秒也不想耽搁。交易成功，小唐收下羽毛，请期待与你的梦会见吧。离开时，小唐微笑的唇角有点说不出的怪异。我回头看了看身后紧闭的木门，很快就遗忘了。下雨了，雨水颇多，我没有带伞，跑到一处公交站挡雨。发丝跟衣裳淋了些雨，被风吹着，寒意似从皮肉穿进骨子里，令人发冷。奇怪，明明是夏天，这雨却下得这般冷。我的旁边是2个穿着校服的高中生，男孩脱掉身上的校服外套，给女孩披在头上挡雨，女孩抽出纸巾给男孩擦拭着脸上的雨水。2人相视而笑。我望着他们，记忆里走马灯一般，许多场景不断回溯，最后定格在一个人身上。我和他也曾搭着校服在雨中奔跑，我躲在他的臂膀下，鼻尖全是他身上淡淡的香气，聊得我心弦微乱，暗自欢喜。你今天是不是又收到情书了？女孩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问男孩。男孩笑道，我都没看，退回去了。女孩嘴角是藏不住的笑意。我望着他们，目光微晃。我想起那时我给苏云燕写的一封信，待到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我可以邀你一同去赏花吗？东城的春天花团锦簇，邀他去看花的女生都快踏破门槛。他依依笑着拒绝了。我打趣他，有花有美人，为何不去？他听了轻笑，眼底星河灿烂，花美人娇，甚好。可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一起去，他只是冲我寻常一笑，我心中却为他开满了春天的花。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信，又是作何感想？我看着那对学生，看着看着，湿了眼眶。我低头垂眼，指尖摩擦着手机屏幕上的背景。少年手里拿着一串冰糖葫芦，眉目如画。我15岁生日那天，因为模拟考试时漏做了一道大题，被班主任训斥了一顿。出来时已经过了放学时间，教学楼里的人寥寥无几。我垂头丧气地走向自己的班级，却意外发现苏云燕还没走。她站在门口，猝不及防地从背后变出2串冰糖葫芦。生日快乐！我的心情瞬间转晴，一下子笑了。我很快乐，因为我最喜欢的人送了我最爱吃的冰糖葫芦。开心点了吗？他的手掌落在我的发顶，轻轻地揉了揉我的发丝。我嘴里咬着一颗草莓，浅浅地嗯了一声。寂静的楼道中，我的心跳声震耳欲聋。我心爱的少年啊，我很想他。苏云燕，我想你，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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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你一面。我盯着地上湿漉漉的，一如我潮湿的心情。突然视线里出现一双白球鞋，我缓缓抬头，眼里映出对方的模样。他持着伞挡在我上方，我眼神震荡，水汽在眼里弥漫。少年的眉眼是我在绘本上描摹了无数次的思念。苏云燕，苏云燕，指尖轻颤，想触碰他的脸，却怕眼前的一切不过是虚无的幻影，迟迟不敢落下。他一把握住我的手，放在自己脸上，温热的气息自手心传到心上。他说，我来见你了。苏云燕，我唤着他的名字，泪流满面。终于见到你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很想很想很想你。过去7年，日日夜夜思念，无数次在半夜醒来，对着他的照片流泪。我爱了整个青春的男孩，还没来得及表明心迹，他就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不见。我喜欢你，这句藏在心里，在无数个时刻反复默念的话，没亲口说给他听。此刻再见，隐匿在心海之下翻滚的情绪，最终化为一句我很想你。我知道，他抬手替我抹去脸上的泪水，轻轻地将我圈入怀里。我死死地咬着自己的下唇，痛感让我有感受到真实。喜欢苏云燕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连我自己都说不清。是我小时候写错作业挨了手板，他替我呼气送我冰可乐开始，又或是别的小孩嘲笑我是个小胖妞时，他夸我可爱的那一刻。还是初中那年父母离异，我旷课离家出走，蹲在墙角哭泣的时候被他看见，他朝我伸出手时的温柔。他对我说，要不要去我家吃饭，我妈做饭很好吃，期待明天在学校和你见面。不知哪一刻开始，我的目光就再也离不开他。苏云燕这个名字，这个人一直是优秀的代名词，做任何事都比别人优秀。他像一颗星，光芒璀璨。或许是缘分的眷顾，从小学到高中，我和他一直是同班同学。为了追上他的步伐，我拼命读书，让自己成为一名学霸，只为了离他近一点点。在一个班待了10几年，他曾笑着说，你是我除了家人见面最多的人。他笑起来如朗月清风，直接让我晕红了双颊。默默喜欢他的这些年，任这份心意在心底不断的发酵，不曾言明。
年少的我心里眼里全是他，一直到高考那一年，我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信，但信中也不敢直言喜欢那2个字，只是隐晦地表达了我的心思。苏云燕每天收到的情书不计其数，我不知道那封信她是否有打开，因为那封信我很怂地掩藏在其他人送给她的信件当中。那一年，她出国的飞机失事，彻底地离开我的世界。这些年来，我的心里除了她，再也装不下他人。朋友们都劝我要放下过去，要向前看。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担忧，可是他们不懂。从年幼到青春年少，我的心满满的全是他。对我而言，这些年的凝望，苏云燕就是我世界里的光，我拼命想留住的光。我贪恋地沉溺在眼前这个怀抱里，我喜欢的人他真的回来了。苏云燕，他回来了。7月7，这一天是七夕情人节。那一阵突兀的雨没下太久就停了，阳光从云朵缝隙散落在地，街上行人渐多，随处可见牵着手亲昵的情侣。我和苏云燕走在人行林荫道上，后知后觉才意识到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记得高3时，因为提前开学，七夕那一天刚好在学校，一大早他的座位塞满了女孩们的礼物。他一脸困扰地把礼物装进好几个大袋子，才把座位清理出来。我笑他艳福不浅，他笑恼地弹了下我的额头。和他有关的记忆太多美好，只是一个小片段就能让我嘴角上扬。在想什么开心的事，苏云燕忽然上前一步挡住了我的去路，弯腰低头对上我的视线。眼前的面孔和回忆中并无变化，我微怔。这时突然跑过来一个卖花的小女孩，扎着可爱的双马尾，仰着脸露着甜甜的笑。买花吗？很便宜的。哥哥，给姐姐买朵花吧，姐姐这么美，配上花更好看。我望着女孩篮子里的花，先开口，不是只有男生才可以送花给女生，女生也可以送给男生。我伸手挑了一束白色桔梗花，给了女孩钱，她开心的祝福，祝你们长长久久。好看吗？送你。我把桔梗递到苏云燕面前，纯白的桔梗是我对她纯洁坚定的爱，还有无尽的思念。她的视线在花朵上停留了好一会，才伸手接住。我很喜欢，谢谢。我看着她，满足的笑。我有无数次设想过，再见他一面，我要和他说什么？说我喜欢他，将心意袒露在他面前，不留遗憾；还是问他喜不喜欢我？这些年对我的好有没有爱情的成分？分别的这些年，我有好多的话想和他说。我的抽屉里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，里面写满了给他的话。每一天发生的小事，很琐碎，很日常。然而此刻，我却什么也不想说，不想问，我只想安静地享受他陪伴在身旁的时间。我们一直走过学生时代，走过无数遍的路。路没有变，但走过它的人一直在变。望着身旁苏云燕依旧少年的模样，我恍惚回到高中的时候。我和他家离得不远，上下学的路上，我总是期待能遇见他，即使不打招呼，走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我都会暗自开心。阿宇，我们去海边吧。经过一个公交站台的时候，苏云燕忽然握住我的手，拉着我上了公交车。到海边的时候，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恰好消逝，天色转黑。这是一个被开发的观光海岸，也许是节日的关系，有不少小摊贩聚集，来往的情侣也不少。苏云燕拉着我走向一处隐蔽的小道，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有一条很少人知道的路，可以通向海边。那个地方人少，景色也更好。我听了笑，天这么黑也看不了什么景。到了目的地海边，我有些意外，隔着一群巨大的乱石，隔壁开发海岸的灯光隐约可见。他带着我爬上一块大石头，爬上去的时候我有些气喘，心脏也加速。听着耳边的海浪声，呼吸着风，我感受着身体久违的活力。我好像很久没有过这种活着的感觉，麻木太久的精神在这一刻苏醒。我转身望向他，恰好撞入他含笑的眼眸。这双眼睛，无论看见多少次，我都会激动。小时候，老人们说七夕这一天幸运的话能看见银河。我仰着头盯着上方的天际，渴望着银河的出现，牛郎河之女星的会面。直到银河出现，繁星璀璨的景色落进眼底，我的脸一片如诗。视线里出现一朵桔梗，苏云燕握着花梗的手晃了晃。还记得你写给我的信吗？你说你喜欢白色桔梗花，我特意去查他的花语。少年的嗓音清冽，和着海浪声拍打在我的心上。我因为他这句话变得紧张。是纯洁坚定的爱。我想说，这也是我给你的答案。他盯着我眼睛，笑得很温柔。你问我春天要不要一起去看花？可惜现在春天过了，但我想说，不止春天，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，我都愿意陪你去。原来那封信他看到了，写桔梗花是我的小心思。他说只想和喜欢的女生去赏花，所以我在信尾结语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在下一个春天去看花。他都知道。眼泪失去控制，我不知是感动还是难过。这番话我等了很多年，以为永远也得不到回应的心意，在此刻收到了回复，我该笑的。可是这只是一个梦，它终究会带着这短暂的美好再次消失。
苏云燕撩起衣摆替我擦拭泪水，她轻声叹气，想让你开心的，却还是让你哭了。我盯着她的脸，眼泪却涌得越凶。我不知道这个梦有多长，但我知道它是有限的。时间能停留在这一刻吗？我害怕黎明的到来。这一夜我哭了又笑，靠着他的肩，看着天上的星星，很安逸很困，却不敢闭眼。我害怕闭眼再睁眼，他就不见了。手机铃声响个不停，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接通了来电。阿鱼，几点了？你怎么还没到？就差你了。耳边是班长急切的声音，我迟钝地想起来了，我有个同学聚会。匆匆洗漱完，拎起包打开门的那一刻，我忽然迷茫了，好像漏掉了什么，想不起来了。赶到聚会地点，推门进去时，每个人都眉开眼笑，招呼道：“落鱼，快来！”我落坐到高中同桌梅子旁边，端起水杯喝了一口，环顾了下四周，下意识脱口而出：“班里是不是还有谁没到？”场面有一瞬间的寂静，众人面面相觑，脸色怪异。不知谁开口说了句：“班导没到。”座上的人大笑，又沸腾起来。大伙细数从前，聊着现在。酒过三巡，梁子突兀地站起身，端着酒杯向我致歉。落鱼，上一次聚会我说错话让你不舒服了，我向你道歉。连向他道歉，我看着他没动作，直到身旁的梅子碰了碰我的腰身提醒，我才扯了扯唇，回了他一杯酒。我紧了紧眉，我有些记不太清上次聚会和梁子吵架的画面了，太久了，发生什么了？好模糊。中间好几年我一直没有参加聚会，这次见面每个人都逮着我问东问西，我一个个耐心回答。中途同桌梅子拉着我去了洗手间。洗手池镜子前，梅子牵着我的手，欲言又止。阿鱼，我还惦记着他吗？我有些不解梅子的话，问谁？梅子眼神有些错愕，随后带着隐忍和怜惜。你还害怕提起那个名字是吗？名字？哪个名字？梅子说着，突然掉了眼泪。她一把抱住我。为什么要哭？我不明白，梅子怎么了？难得相聚，不是应该高兴吗？回到座位上，梅子的眼睛还是有点红，但整理好了情绪。聚会结束，道完别，大伙就散了。经过饭店的镜子，我看见了自己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，踩着高跟鞋，装扮成熟。这时，透过镜子，我看见身后走过一个穿着校服的高中男孩。我猛然转身，紧紧地盯着那个少年的背影，好熟悉，我好像经常望着一个背影，是谁？为什么心脏好像缺了口，很空？是什么呢？我找不到他。我总觉得我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可我又想不起来。每次坐在书桌上的时候，我会下意识地找到一支白色外壳的笔，拉开最底下的抽屉，里面放满白色纸皮的笔记本。我的指尖摩擦着封面，又缩了回去。我想干什么来着？我忘了。拉开的抽屉再一次封闭了起来。我习惯在每个周末休息时，坐在能看见路林的落地窗前绘画。每次画完一幅风景画，我都会想画一幅人物肖像，笔尖却始终停留在五官轮廓那一步，踟蹰不前。我想画谁？大脑陈列了很多人，又一一否决。不是，不对。我将画笔搁下，我找不到想画的那个人。日子过得很快，每天都在重复。上班下班，聚会逛街，可是每当自己独处的时候，我都有种茫然的感觉，心脏很空，空得想掉眼泪。生活好像少了什么，又说不出。有时候会在街道走着走着，忽然回头，视线里却只有陌生的人群，在一张张面孔上掠过，继而失落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。小时候的我收到一份礼物，是拼图，完整图案是一片花海。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拼好那幅图，把它挂在房间，很珍惜。某天它掉了下来，我重新打乱拼凑，却发现少了一块，找了很多天都找不到。我看着那个缺口哭了很久，最后用画笔把它填上了。我再一次把这幅花海图画挂上，眼睛盯着它，图案没有错，看不出缺掉的那一块。可我还是不开心，心里有个声音在说，不是的，还是不一样的。画得再像，画得再真，也是假的。即使眼睛看不出区别，指尖始终能触摸得到。少的那一块，缺口一直在。我在黑夜中醒来，手心抓着位于心脏处的皮肤，眼泪落了下来。那块丢失的图块，指尖触摸到的凹陷，深刻且真实。悲伤的情绪将我浸溺，忍不住哭泣抽噎。哭累了，我又睡了过去。我隐约记得明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我要去见一个人。天亮时，在闹铃响起时，我睁开了眼，手机提示今日行程7号墓园。看着上面的日期和地址，想了很久也没想起谁在那里。打开衣柜时，我的身体先于大脑行动，调了一件白裙，化了个淡妆，对着镜子转了一圈，出了门。路过花店时，我轻车熟路地走了进去，没有犹豫和迟疑，直接选了一束白色桔梗。捧着花走出花店时，我愣了一会。我要去哪？
一辆的士停在我面前，司机问去哪，我下意识回7号墓园。今天从醒来到墓园，这中间我的一举一动似乎总有什么在阻碍。在这中途，我有很多次突然大脑空白，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但是意识一直在挣扎呼唤，我的身体习惯的、下意识的要去做某件事。望着相似的寂静的墓碑，我遵循着身体本能的记忆，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我要到达的地方。我的脚步在一处墓碑前停下，目光落在上面刻着的字和发旧的相片，眼眶微酸，视线变得模糊。我笑着念出了他的名字，苏云燕。这3个字从我嘴里说出的那瞬间，无数个记忆的画面在我脑海闪现。那落在白色纸皮上没有翻开的指尖，尘封的纸皮之下写满了我每天想对他说的话。那在绘本上刻画眼睛时停下的笔，勾勒的是我描绘了无数次的思念的面容。那在街道看见某个相似的背影时没喊出的声音，是我心心念念地呼唤着的名字。那在梦里丢失被颜料替代的图块，是我珍贵的记忆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那块图块了。苏云燕，我找到你了。我们的记忆，我找回来了。我又一次站在那间粉色的屋子门前，这一次我的手里没有卡片。在我想起有关于苏云燕的记忆后，周围的一切都成了虚影。她出现了。我再次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，梦之屋。我伸手推向梦之屋的门，却打不开。旁边的信箱空空如也，没有卡片。我拼命拍打着面前的木门，半晌，伴随着不耐烦的抱怨声，有人打开了它，吵死了。今天没有营业，谁呀？披散着头发、一脸怒容的女孩，在看见我的瞬间，情绪转为讶异，漂亮的眼睛放大，嘴巴微张。居然是你！短短几秒的失态，她迅速调整了下，变回了我初次见她的样子。小唐露出招牌笑容，礼貌客气道：“欢迎来到梦之屋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落雨小姐。”她侧身微微弯腰，向我做了一个请进的动作。梦之屋的陈列和我1年前看到的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变化，唯有柜台前多了一只小乌龟。我为什么会丢失苏云燕的记忆？是不是和梦之屋有关？听到我开口第一句话，小唐并不惊讶。他递给我一张眼熟的卡片，你可以再看看上面的字，这是当初买梦时他给我的说明注意事项。那时候的我太迫切太肯定了，想着不管是什么都无法阻止我要见苏云燕的决心，只是匆匆越过，根本不记得上面的内容，却不知代价是我会忘记他，忘记和他有关的记忆。原来1年前我离开时，小唐那个笑容是这个意思。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，得到与失去一直在同步。我看着卡片的内容失神，直到台面爬行的小乌龟叼走了它。兑换梦的代价是我会忘记它，那我现在想起了它，还会再被清除记忆吗？我很担忧，很害怕，此时此刻依旧心有余悸。如果那时候知道代价，我还会选择对梦吗？我不确定了。见到你的时候我很震惊，从来没有哪个客人会3次踏足梦之屋。小唐翘起食指对我说：“落雨小姐，你是第一个打破这个规则的人。如果有人能在被消除记忆的时候再次找回，那么梦之屋便会再次出现，欢迎对方的到来。”小唐的话让我腾起一丝念头，我还能再次买梦吗？每个人一生只能进行1次梦之屋交易，你已经把它消费掉了。小唐摇了摇头，你的愿望实现了，不是吗？你想见他一面也见到了。小唐再次强调，一个人一生只能在梦之屋交易1次。是啊，我见到他了，可我还想再见他。人会变得贪心的，得到了想要的那部分，还会想得到更多。即使害怕丢失记忆的代价，还是侥幸的想下一次也会想起来。像一个赌徒，我突然意识自己真的是个疯子。不过呢，小唐突然拍了下手掌，笑眼弯弯。对于能找回记忆的客人，梦之屋会无条件赠予一份礼物。礼物？我不确定地问，什么礼物？小唐神秘一笑，这是秘密哦，他没告诉我礼物是什么，但我猜想一定和苏云燕有关。走出梦之屋时，我的裙角传来异样的拉扯感，低头一看，是刚才在柜台的小乌龟，它咬住我的长裙。小唐走过来，把它抱起放在手心。这只小乌龟是我们梦之屋的吉祥物，它很喜欢你。进去时，我的注意力不在它身上，这一刻仔细看着它，发现它头部有一块小小的伤疤，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没来得及想起什么，大门关上，梦之屋消失了。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，有人拍了拍我的手臂，买花吗？我转身对上一张布满皱纹的脸，满头银丝的老婆婆指着她的花摊。这张脸我见过，去年梦之屋出现的街角，我和她说过话。我张了张嘴想说话，下一秒我出现在高中同学的聚会上，手里握着酒杯，转瞬杯中的水消失了，身边的场景在不断的更换，越来越快。在家里写字画画的我，在办公室打字的我，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我，最后一幕定格在得知苏云燕出事时我崩溃大哭的画面。继而世界突然黑暗了，在一片寂静中，我听到了苏云燕的声音：“阿鱼，窗外的鸟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。”我在睡梦中睁开眼，茫然地望着天花板。
头有点疼，我做了一个漫长又奇怪的梦，醒来的这一刻难受的想哭。墙上的挂历写着8月1日，我还在假期中。怎么睡了一觉，感觉过了个世纪那么漫长？我昨天干了什么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慢慢想起来了。昨晚和同学吃烧烤唱歌1点才回家，是苏云燕送我回来的。苏云燕，想到她石梦里的画面在脑海中再次涌现，让我很不舒服。怎么做了一个这么不吉利的梦？呸呸呸！吃早饭时我一直心不在焉，梦里的内容让我耿耿于怀。一吃完我就跑去苏云燕家，见到我的时候她很意外，调侃我这么早起，还以为你至少睡到下午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吗？我看着她不知如何开口，总不能说我做了个不太好的梦，太担心她特地跑过来。昨晚睡不好，早上想吃芝麻团子，去晚了没买到，我撒个谎，路过你家就来看看你。她听完笑了笑，那你来的真巧，我妈早上买了还有剩，你要吃吗？好啊，我只想随便说说，居然这要巧。吃着苏云燕递给我的芝麻团子，我有好几次欲言又止。后面要回去时，我走了10几米，又回头叫住了她。有打算去哪玩吗？去国外？目前没有这个打算。怎么了？那如果你有出国的打算，我在她询问疑惑的目光下变得紧张，话说得断断续续的。你要是坐飞机去哪玩的话，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？说完那一刻，我有些手足无措，我是不是说了很奇怪的话？只是一个梦，怎么较真了？我低头抠着掌心，这是我不自在时下意识的小动作。看见我的动作，苏云燕突然凑近，盯着我的眼睛，你今天有点奇怪呀。这一幕和梦里林荫道上她挡在我面前，俯身问我在想什么开心的事情重叠了。心脏漏了一拍，我慌乱的后退，耳根子发热。你不要突然凑那么近。她听了低笑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出远门会告诉你的。得到想要的答案，跟她道别完，我转身跑了，跑到她看不见的地方，我才停下。脸好烫，心跳也很快。距离上次那个奇怪的梦过去10几天了，我从耿耿于怀到慢慢释然。从小到大做过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梦，醒来都没放在心上，唯有这一次我较真了，真的是想多了。在无聊松懈的日子中，我渐渐忘了这个离奇的梦。8月14日一大早起来，我就出门去买包子油条了。回来的途中撞见一群小孩在叫嚷，手里拿着小石头在砸什么。我走近了看，不悦地皱眉。水泥地里躺着一个4肢缩起来的乌龟壳，这群熊孩子拿着小石头在砸它。看见我凑过来，他们停下了动作。这是谁家的乌龟？也许是我的脸色不太好看，语气有点冷。小孩们缩着脑袋没说话。路边捡到的，有个小孩回答了我的话。我把乌龟拿起来，给他们上了一堂政治思想课，直到他们认错了，才把他们放走。哪里来的小乌龟呀？这里离海边有点远。我端详着它，琢磨着怎么处理。想了想，还是先带回家。回到家，我弄了个小水桶把它放进去，好一会它才探出头来。我拨弄了下水，起身准备离开。忽然之间，我整个人定住了，几秒的停滞后，我骤然转身，死死地盯着水里的小乌龟。它的头部有一块伤痕，和梦里的那只乌龟一样，梦境与现实交织的错乱诡异，令我一时间丧失了思考，世界寂静的只剩下我的心跳声。叮，手机消息提示音将我的意识拉回。掏出手机看了眼消息框里的内容后，我整个人如坠冰窖，我的手控制不住发抖。我今天11点多的飞机出国，前2天临时决定的，忙着忙着忘记和你说了，这会才想起来。别生气，消息框里苏云燕还在编辑中，等回来给你带礼物。被遗忘的梦再一次浮现，看着在水里游动的乌龟，还有对话框里的内容，我想起了梦境里噩耗传来那天的日子，是8月14日。梦境与现实对上了。我握着手机，一边拨打着苏云燕的电话，一边朝外奔跑。铃声响了又响，苏云燕没接。明明刚才还在发信息，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跑到她家，疯狂拍打着大门，无人回应。扫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我拦下一辆车去往机场。车内的每一分每一秒让我觉得无比漫长，拨出去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我急得哭了出来。开车的师傅被我吓到，一直安慰我，我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哑着声音请求，在保证安全的情况，请你开快点好吗？心脏控制不住的狂跳，梦里失去他时那股痛彻心扉的悲伤，此刻席卷我的每一根神经，让我喘不过气。拜托，一定要赶上，一定要找到他。下车时，我一路狂跑。偌大的机场，人潮涌动，目光所到之处都没有我要找的那个人。苏云燕，我大声呼喊她的名字，来往的行人侧目而望，我的眼睛四处寻找。我一声声的大喊，恐惧和不安几乎将我淹没，严重到让我开始生理不适。眼前的世界变得黑白，耳鸣让我听不清周遭的声音。几乎绝望的时候，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阿鱼，仿佛死寂的湖面上荡开的涟漪。我转身的瞬间，泪水决堤。
苏云燕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时，灰色的世界变得鲜活，眼睛的色彩恢复，嘈杂的声音涌入耳朵。我狠狠喘出困在心口的那股气，整个人瘫软地坐在了地上。苏云燕冲到我面前蹲下，脸色急切担忧：“阿宇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哪不舒服？你别哭啊！”看着真真实实在自己面前的少年，我迫切地抓住他的衣裳。苏云燕，你取消行程，不要走好不好？不要坐飞机，不要出国，不要在今天，我很着急。语速飞快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只能一遍遍地重复让他取消行程的话。阿宇，你冷静一下，告诉我到底怎么了？苏云燕握着我的肩膀，声音放缓：“为什么跑来让我取消行程？告诉我好吗？”望着他眼神里的镇定和安抚，我有了说出来的勇气，哭着说：“我梦见你今天的飞机出事了，是一个梦。在今天之前，我一直认为只是一个梦罢了。可是，在今天，小乌龟的出现，他突然告知的行程，还有8月14日这个日子，这些都在告诉我，那不只是一个梦。也许它是真实发生的，现在的我可能是重来的。”就因为这个，对上苏云燕讶异震撼的眼神，我垂下眼，他会不会觉得我有病，觉得我疯了？你上次叫我出远门要提前告诉你，就是因为这个梦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原本控制住的眼泪因为他这句话又涌出，又气又委屈，捶了他好几下。你为什么忘了？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接电话？手机静音放背包里了。苏云燕拿出纸巾替我擦拭眼泪，说着道歉：“对不起，让你这么害怕。你不走了好不好？”我抓住他替我擦眼泪的手，要他回答我。我知道我现在一定很莫名其妙，你可能觉得我神经质，可是真的，信我一次行吗？我在苏云燕眼睛里看到自己脸上未干的泪痕，还有依旧恐惧而害怕的眼神。他望着我，澄澈的眼眸是动容和心疼，上前一步将我拢入怀里，温声说：“我不走了，别怕。”这句话让我心头一直悬着的石头缓缓落地。我伸出手抱住他，含泪的眼看到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扎着高马尾的女孩冲我微笑，眨一下眼睛，再仔细看已不见人影。那天回去，放在水桶里的小乌龟不见了，我找了一圈都没有看见它的身影。后面是奶奶告诉我，她说有个女孩带着照片把她接走了，乌龟是她的。苏云燕没坐上的那班飞机也顺利到达目的地，没有意外发生，一切好像一场虚幻的梦。那个女孩是小唐吧？所以梦是真的，是我经历过的。梦之屋的礼物是再一次重来，给了我拯救苏云燕的机会。还好，我就吓她了。我喜欢的少年，他会有20岁、30岁，而不是定格在18岁的夏天。阳光洒落的窗台，一捧纯白的桔梗舒展着花瓣，旁边放置的卡片写着一句话：“下一个春天，我们一起去看花吧。”落款：苏云燕。全文完。